欢迎来到女神看世界。我们发这个视频最主要的一个终极目的是要告诉大家，人人都可以是预言家。这个预言不是只有我们，或者是某少部分的人，只要你愿意打开松果体，跳脱所谓的二元对立。不是这就是那的这种对立，不是好就是坏的这种二元对立，跳出来之后，用一个更高的视野来去看待这个世界。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于美国大选呢？因为美国大选它影响着全世界的一个运势跟运程，当然未来已经是准备好的一个状态。所以无论是川普当选，或者无论是拜登当选，都有要我们去看到的一个终极意义。刘总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，我们入那个棋谱，但是其实我们也保持着观察的心在看这个整个趋势的演变。但是演变到现在，会有一种失控感。那个失控感，就像我昨天在看即时新闻的时候，我发现川普他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脸上的那个血色没有之前的好，代表他可能心里也有点这个，觉得这个局势是失控的了，是已经超出他的想法之外。对，哪有人可以作弊做得这么的明显啊？而且居然不是他，对呀、对，我觉得这个他是很意外的地方。对，因为从他喊停，就是没有在顾法理的这个 issue 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有一点突破大家的想象了。可是今天竟然有人又突破他的想象，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吧。是，所以很期待看一看接下来会是如何发展。我从我的角度看，我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去冲撞一个旧时代的意义，有它的根本意义在。那拜登的话，其实在我去看他整个人的能量上，就觉得说，他好像是一种主控性、主导权，相较川普没有这么强的。换句话说，觉得拜登就是个傀儡。对。我们就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傀儡嘛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什么，他只能任凭被摆布嘛，甚至希拉蕊都可以喊话。对，没有一个开创性跟主导权。对，这个相较川普是弱的，所以如果他是代表人类集体意识的两边的意识的对决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先说一下，我们不是川粉，但是我们是很清楚的知道，在川普他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有他重大的一个意义。对，没错。他在打破我们的虚伪，在打破我们的旧脑，在告诉我们你要如何的敢作敢为。对，这个是我很欣赏他的原因。是。接下来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看到，就算是川普他最后当选了，因为讲真的，我有看到4天，最多5天就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会出来。这么快？因为现在已经是战况非常的激烈嘛，甚至很多人用眼睛都看得出来很多的避选。是，你怎么看这个避选？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川普的一个策略。这个情况，我觉得即使他再怎么老谋深算，这个其实已经是在他意料之外，甚至有点失控的。对手其实作弊做得非常明显。举例来说，威斯康星州他们注册的一个选举人民也不过才368万，已经超过90%的投票率。可是居然投票率有之前开了大概超过324万，以往的均值来讲，投票率大概就只有50%左右。可是这一次，再怎么样的激烈，或是勾起人民的选举欲望，也顶多是6%到7%。对啊。可是居然票没有开完，已经就开到9%，已经有代表有9%的人来投票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。是。当然，这几周他很巧的都是民主党的州长。是。那撇开这个事情不谈，我觉得某方面，它也代表人类可能在拥抱旧意识的舒适度是比较高的。是。而且连那个倡导自由跟平等的民主党，居然也玩这种奥博咯，这个也是全球都在看，他们也不在乎全球在看咯。啊。所以等于是他们的黑暗面也被川普的挑起作为，整个被掀出来了耶。其实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人必须要面对自己的黑暗面，你才能够直面欲望之后有更大的一个创造能力。对，没错。那我预估啦，好啦，就算这一次拜登他当选，但我也非常确定的是，他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位置太久，因为我去看他的 DNA， 他没有总统相。哇，那感觉好像会折寿还是什么的。
要么今年当选了，然后做了可能没几天又会发生一些事故或是意外。那反过来，我也看得到，川普他也有连任的这个 DNA 的这个编码的序号，其实已经是被记录在里面。但是就算他当选了，他也是会经历一个90一生的过程。所以他知道他是危险的，所以他也做了许多严密的防护，甚至是不顾牌里出牌的喊停或是砍断很多的事情，那都是因为他也在步步为营了。感觉这跟今年我们全体人类面临疫情的挑战也是有它的类同性。是啊，所以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打破我们的旧思维，然后去面对自己的黑暗面，然后把我们自己内在黑暗面挑起来之后，深深的去看到这并不是真正我们的本性跟本质。透过你启动你的松果体，透过一个松果体的呼吸跟脑呼吸，突变你自己，将所有的旧模式给放下，这是我们全体人类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。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，你进去那个棋局，但是你保持观着棋局的心之外，你亲身下去，而且你带领，有一个神圣的意义在。对，人人都是预言家。是，而且真正摇摆的时候，没有人敢预言，但是你至少做了这件事情。其实蛮多人做预言的啦，在 YouTube 上面有去搜寻都有吧，都有。其实有 guts 的人还是很多的。那太好了。那少数的那些做了预言不敢，也更多。特别是包袱越大的对。就像楼上的敲击声一样。我们也不是没有包袱啦，只是基于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。所以是这个在支持着我们。是。